2年前啊，我决定公开运作一个实验性的投资组合，取名叫做 High Five。High Five 组合呢，从2023年8月开始，从50万加元开始，经过22个月的持续的投入，再加上市场放大的效应，那么到今年的6月，这个组合的净值已经跨越了100万加元这个重要的关卡。组合的复合增长率也接近12%。我做这个实验组合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证明，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最容易积累财富的方式。如果你看过2年前我这支影片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想想了。这条资产增值曲线本来应该是属于你的。那么要实现这个成绩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就是持续的投入。不论市场涨跌，我每个月都按计划投入。我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每个月那么有固定的投入金额，那么根据市场下跌的幅度再来选择进入的时机，然后就是坚持这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来说就是叫做 DCA 加 BTD。我在另外一支影片当中呢，有详细介绍过这种投资方式的优势。那么 DCA 加 BTD 的方式，它让我能够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投入更多，然后呢，在市场上涨的过程当中把我的资本放大。那么这种投资方式能够成功的核心就在于找到持续上涨的标的。所以说，投资美股市场是这套规则的一个关键所在。我经常看到一些网友讨论他们总是担心这个美股就跌下去就起不来了。当然了，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媒体最喜欢渲染这种灾难，制造焦虑呢，本身是一门巨大的生意。所以我的影片，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消除焦虑。从长远来看，美股必定是向上走的，这是一个被操纵了的游戏。你可以认为它是因为货币供应过量，或者说是钱太多导致的。但是深层次意义上说，这是资本主义与选票政治的必然结果。高盛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阶层拥有超过50%的股票，而底层的50%阶层仅仅拥有1%的股票。你想想，最不希望股市崩溃的是哪些人？为什么你那么担心熊市，而那些最顶级富有的那些人却安心把自己资产50%以上放在股市里头？所以你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投资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每当股市下跌修正，特别是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崩盘这样的这个时候这其实是加速你财富升级的机会，因为市场最终会恢复的，最终会创新高的，这是美股市场的一个本质特征。不过请记住，我这里指的是美股的大盘指数，某一些股票跌下去，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JP Morgan 的数据显示呢，在1980年到2020年间，罗素3000指数当中44%的公司经历了灾难性损失。所谓灾难性损失，就是指股价从最高峰跌到谷底，跌了70%以上，并且没有能够恢复，没有能够再创新高。那么在医疗行业、科技和可选消费行业当中，发生灾难性损失的这种概率是最高的。那么在这期间，罗素3000指数当中42%的股票产生了负的绝对回报，66%的股票表现跑输市场，只有10%的股票在这期间能够跑赢市场，并且获得累计500%或者更多的回报。另外呢，在过去5年当中表现最佳的20%的股票，在接下来的10年中，它们相对于市场的中位数累计回报是负的17.8%。这一类股票当中有60%的股票是跑输市场的。简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希望通过选择少数几只股票来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那么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这大概率是要失败的。所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投资美股市场的指数 ETF， 尤其是有优胜劣汰机制的 ETF， 那么长期的持续的投入，这3点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最容易积累财富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美股市场100年的这个长期复合回报率差不多就是10%左右，看上去不高。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1992年12月31日至2022年9月30日这个期间，美国市场上的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当中，有 59% 的基金未能存活，他们要么是关闭了，要么是被兼并了。有 30% 的基金存活了，但是表现不如标普500指数，只有 10% 的基金存活并且表现超越标普500指数。这说明 10% 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那么怎样在这个 10% 的左右的回报率上面去积累财富，是我们每一位投资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你越是看不上这 10% 的回报率，你越是自命不凡，你就越是无法积累财富。我这个 High Five 组合呀，它就像是一面镜子，那么你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照一照是有好处的。这个组合的交易规则非常的简单，交易细节也都是完全公开的。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当然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策略， High Five 组合本身也需要优胜劣汰。所以今天这个影片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组合接下来的调整方案。按照组合的交易规则，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满足条件1或者条件2的时候，我就会实施组合的年度再平衡操作。目前持有的5只 ETF 当中， MOT 将会被替换为 SPMO， 那么其他的 ETF 暂时不做变化。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再平衡。由于 High Five 组合5只 ETF 初始的设定是等权重的，也就是说5只 ETF 的市值相等，并且我每一次增加投入的时候也都是按照等权重的原则进行的。那么经过了1年的这个运行之后，有的 ETF 涨得多，有的 ETF 涨得少，那么于是我需要每年让这个组合重新回到5只 ETF 市值相等的状态，那么这个操作就叫做再平衡。具体来说，就是在8月份满足条件的时候，我需要将当前组合当中这个总市值再加上8月份需要投入的金额，那么然后除以5，那么就得到了每一只 ETF 需要分配的市值。超出分配市值的 ETF 需要卖出一部分，没有达到分配市值的 ETF 呢，需要再买入一部分来补足，让这5只 ETF 重新回到等权重的状态。这个操作就是再平衡操作。那么将要被替换掉的 MOT 将会全部卖出然后再买入 SPMO。 那么为什么要用 SPMO 来替换 MOT？SPMO 是一个动量模型，简而言之就是选取标普500指数当中股价表现最好的股票。MOT 呢是跟踪晨星公司编制的宽护城河指数，是一个基于企业基本面选股的一个模型。那么这2只 ETF 的编制规则当中都是有优胜劣汰机制的。那么用 SPMO 去替换 MOT， 从逻辑上说就是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去替换基本面的优胜劣汰法则，那么让市场来决定谁是最好的。从2023年8月到现在整体表现上看， SPMO 是要远好于 MOT， 并且呢，在今年3月份的这个下跌行情当中， MOT 实际上是先于标普500指数下跌的。那么总的跌幅呢，与这个 SPMO 差不多，但是恢复的过程却要远远落后于 SPMO。那么由此可见， MOT 的风险回报比是不如 SPMO 的。也就是说 MOT 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种防守型的目的，跌的时候没少跌，涨的时候又不给力，所以说接下去的这个调整计划当中，它将被替换掉。那么我也希望这一次调整操作能够适当提高 High Five 组合的复合回报率。我想呢，先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那么会在明年我们再做调整。总而言之，优胜劣汰，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优胜劣汰，那么这是金融市场的生存之道。总之呢，我的投资原则是赚最容易赚到的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积累财富。好，就说这么多，我是老雷，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